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台中旅行的第二天，我第二站来到东势林业文化园区。在台湾比较知名的林场，像阿里山、太平山、八仙山，都是日本时代设立的林场。不过东势林业文化园区比较特别的是，这是国民政府时代设立的。它的前身是民国48年由美元资源下成立的台湾大雪山林业股份有限公司。那林场就是在大雪山。这个林场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最大的一个关系是，我们小学、国中的教室的课桌椅都是由大雪山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。当时这里的制材厂是东南亚第一，占地28公顷。防爱林结束之后，2004年，这里转型为东势林业文化园区。大雪山林场后来也转型为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。我今天主要就是来造访环湖步道。这是艺术家利用漂流木创作的木雕作品。这是樟木，这里有铁轨遗迹。事实上，大雪山林场是不用铁道来运输木材，而是用卡车来运送。运送到东势林场除木池之后，制成木品之后，才透过丰势铁路运送到丰原，对外输出。这里也有木雕作品。这木雕作品是穿山甲乐园，前面是林场时代的除木池，现在变成荷花池。环湖步道就是环绕着除木池一圈。我现在从这边出发，就走环湖步道一圈，看看风景。步道旁的树林里面散落着各种木雕作品。这些创作的艺术家，有台湾本土艺术家，也有来自日本、韩国的艺术家。那边有一些制材厂的遗迹，那我暂时脱离环湖步道。这是台湾红豆杉巨木，生长于海拔1600到2500公尺的山地。民国85年受赫伯台风侵袭倾倒之后，移至东势林业文化园区保存。这是目前台湾所发现的最大的红豆杉风倒木。这是大雪山林业公司的切片仓，切片是制材工厂的副产品，作为纸浆的原料。这里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制材厂，不过可惜2006年发生火灾，整个厂区焚毁大半。这些都算是幸存的设施。锅炉间，制材厂的设施。我是外行人，看热闹。这边有制材厂的老照片。
切片仓、燃料仓、锅炉间，都是制材相关的设备。大制材厂就是在民国53年落成，是当时全世界第2、东南亚第1的美式大跨距制材厂，年产量11万立方公尺。大雪山林业公司当时采取新式伐木技术，这是动力链锯，效率高，所以国民政府时代木材的开采量是远远超过日本时代的砍伐量。继续前行，这边又衔接环湖步道了。哦，这里似乎是一家餐厅吗？山林产物咖啡下午茶。前面这里有湖岸观景平台。这边没有开放，不晓得这建筑是什么用途。这环湖步道真不错，跟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环湖步道有点像。这里有湖上观景平台。东势林业文化园区，这是老少咸宜的景点，步道也是非常的平缓，娃娃车或轮椅应该行驶都不会有问题。我刚看到的建筑，不晓得是不是汽车修理工厂，因为大雪山林场是用卡车载运木材，所以有设立汽车维修工厂。那一栋建筑是宽茶10大特色茶叶，可能是礼品部吧。卸材架，大雪山经由卡车运回的高级原木，就从卸材架滑入储木池。木材浸泡可以防腐、防虫、防木材端开裂。前面有一座圆形的观景平台。东势林业文化园区这个景点赞，至少在这个季节，我觉得很赞。夏天我就不知道了。这边就提到1959年，民国48年成立台湾大雪山林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储木池就是在民国48年竣工，面积4公顷。从东势本圳引入大甲溪的溪水。环绕了一圈，超过1公里多，还不到1个小时。那我今天的东势林业文化园区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东势林业文化园区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